苹果最近发布了2款 iPad， 分别是 iPad 9和 iPad mini 6，加上仍在售的 iPad Air 4和 iPad Pro 的2款机型。现在一共有5款机型可供我们选择。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2021年下半年的 iPad 选购指南。我会按照产品发布的时间顺序讨论每款 iPad 的配置、价格、潜在的使用场景以及我的个人推荐。无论你是想购买人生中的第一台 iPad， 还是想对自己手中的 iPad 进行升级，都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你进行选择。第一个是2020年10月份发布的 iPad Air 4， 有 10.9 英寸的显示屏， A14 处理器， 3GB 内存，指纹解锁的电源按钮，有 64GB 和 256GB 容量可选，起售价599美元。iPad Air 现在是一条很有趣的产品线，有和 iPad Pro 一样的全面屏，支持第二代 Apple Pencil 和妙控键盘，还有多彩颜色可以选择，但是它太老了。没想到2020年10月份发布的 iPad Air 竟然是现在 iPad 当中最老的一款产品，同时它也是我现在最不推荐购买的一款 iPad。iPad Air 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256GB 的售价达到了749美元，再加50美元就可以上 iPad Pro 了。而且 iPad Pro 可是支持 Promotion 技术的，无论在使用 Apple Pencil 或者游戏的体验上，都是 iPad Air 及不上的。如果你想给 Air 再额外增加一点生产力，购买一个妙控键盘，那就额外又要付出299美元。因此，除非是在颜色选择上特别有执念的小伙伴，不喜欢黑白，就是喜欢 Air 的彩色，又或者非常在乎全面屏，但是预算呢又不够 Pro， 否则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现在考虑购买 iPad Air 4。排在时间线上第2位的是2021年5月份发布的 iPad Pro 系列。iPad Pro 有2个版本，我们都知道，11英寸和12.9英寸。两者最大的区别，除了在屏幕尺寸上，还有就是12.9英寸的版本使用上了 Mini LED 的屏幕技术，具有高分辨率、高亮度、高对比度以及更广色域的特性。而且相对的，它还更加轻薄节能。不过两者都配备了超强的 M1 芯片，根据购买的配置，内存有 8GB 和 16GB， 容量 128GB 起步，最高更是高达了 2TB。屏幕同时支持 Promotion 技术，其他的功能包括面容解锁，支持2代 Apple Pencil 以及妙控键盘等等。总之就是一个字，强。但是相应的价格也十分感人，11英寸 128GB 的 iPad Pro 起售价799美元。最贵的 12.9 英寸 2TB 5G 版的 iPad Pro 售价更是高达惊人的2399美元。因此考虑到它的配置和价格，对于 iPad Pro， 无论是想购买哪个尺寸，无论是第一次购买 iPad， 还是想升级自己手中的 iPad， 我都只推荐给3种人群。第一类推荐人群就是确实需要 iPad Pro 来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士，比如艺术专业人士，或者是图片视频剪辑工作者等等。这样的专业工作可以明显感受到 M1 芯片带来的处理能力上的巨大提升。当然啦，为了能够做这些工作，你应该还要至少花129美元来买一支第2代的 Apple Pencil。第2类推荐人群是把 iPad Pro 当做自己的主力笔记本电脑，而不是一个笔记本的备用机。不过如果想把它当做主力机的话，可能需要购买的是 12.9 英寸的 iPad Pro，起售价1099美元，这个价格其实比苹果的 MacBook Air 还要贵上100美元，而且这还没有算上349美元的妙控键盘。iPad Pro 确实很好，和传统的笔记本相比，它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真的它也太贵了。最后一个推荐人群就是预算没上限，喜欢就冲的不差钱党们。即使 Pro 买回来之后，大部分时间只是刷剧、玩游戏、盖泡面，不过赚钱不就是为了拿来花的嘛？接下来这款就是今年更新的 iPad 9， 10.2英寸屏幕， A13 处理器， 3GB 内存，提供 64GB 和 256GB 的容量选择，支持第一代 Apple Pencil 和智能键盘，起售价329美元。我个人认为，今年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款 iPad 9。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苹果这次为 iPad 更新了什么。首先是处理器升级到了 A13， 这也让 iPad 9达到了和 iPhone 11一样的性能。这颗芯片也让这个入门级的 iPad 拥有了在更高图像质量设定下做日常视频剪辑、使用绘图软件以及玩游戏的能力。虽然比 Air 上的 A14 差了一代，但是 iPad 9 329美元的售价几乎就只有 Air 的一半。而且平心而论， A13 在绝大多数日常使用场景，比如看网课、开视频会议、记笔记等等，是完全够用的，甚至你都不太会感觉到不同芯片之间的差别。说到视频会议和上网课，就要提到 iPad 9的第2个更新了。
苹果给它用上了和 iPad Pro 一样的1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比它后置的800万像素摄像头还要好。入门版的 iPad 其实拥有在整个 iPad 产品线中最好的前置摄像头，而且它还提供了人物居中功能。也就是说，你想在上网课或者看视频会议的时候，躲到一边偷偷看个手机或者喝个水什么的，你的老师或者领导也都能看见了，因为摄像头会自动追踪你了。前置摄像头的升级，在我看来，比更新后置摄像头的意义大多了。毕竟在这个后疫情时代，居家学习和办公与之前相比更常态化了。这个更新也让 iPad Air 4很尴尬地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人物居中功能的 iPad。当然，如果你还想拿 iPad 9来记笔记，你还需要额外花99美元买一个第一代的 Apple Pencil。一代 Apple Pencil 在功能上确实是比二代要少了一些，比如轻点切换工具、磁吸式配对这些很实用的功能，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充电姿势。但刨出这些，在实际使用上，二代能做的事情，一代一样也都能做好。真的需要轻办公的话 ，iPad 9也支持159美元的智能键盘。但是让我觉得今年最值得的更新是苹果把 iPad 9的起步容量从去年的32GB翻倍成了今年的64GB。尽管64GB 在现如今也算不上是个巨大的容量，但是我觉得如果拿来存几个电影、下几个常玩的游戏，拿来听听歌、看看书，这个存储空间在未来2-3年还是足够用的。我个人的 iPad 是64GB， 装了10几个游戏、10几个软件，还存了一些小视频，到现在还剩7GB 的存储空间。所以升级的处理器、升级的前置摄像头系统、升级的存储空间，一样的售价，这些都让我认为今年的 iPad 9是最值得推荐给追求性价比人群的 iPad。最后登场的是今年获得全新设计的 iPad mini 6， 8.3英寸视网膜全面屏，原彩显示 P3 广色域，和 iPhone 13系列一样的 A15 芯片，1200万的前置摄像头，支持人物居中功能，指纹解锁电源按键 ，USB-C 支持二代 Apple Pencil， 还有升级了的横向扬声器系统。存储容量分别为64GB 和256GB， 起售价499美元。总体来说 ，iPad mini 6就是一个小屏的威力加强版的 iPad Air 4，而且还更便宜。这是全面屏第一次出现在 iPad mini 这个机型上，看起来很新鲜，也很可爱。它也更让我觉得 iPad mini 是一个比普通尺寸 iPad 和 iPhone 更适合的游戏机。8.3寸的小屏，293克的重量，即使单手长时间握持也不会太吃力，非常适合玩游戏、追剧、看视频。A15 的芯片也确保了至少未来3年内的性能。mini 6同时还兼容第二代的 Apple Pencil， 对于喜欢写画画但是又没有那么专业需求的人群也非常合适。但需要注意的是 ，mini 6并不支持任何官方的键盘保护套。所以有轻需求办公考虑的同学，在下单前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所以如果你喜欢玩游戏、追剧、阅读，有时候又需要拿来记笔记和绘画，然后对于 iPad 的轻便和性能同时又有需求的，那我绝对是推荐 iPad mini 6给你的。以上就是2021下半年 iPad 推荐购买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有点意思的话，记得按个订阅，还有一键3连支持一下。也欢迎你留言分享自己购买了哪款 iPad， 或者打算购买哪款 iPad。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